Hello，大家好。最近联邦大选，3个主要政党都提出了自己的房产政策，不外乎就是3点：一是限制外国人买房，二是激励首次购房者，三是增加住房供应。自由党和保守党都提出了针对外国人的2年购买禁令，新民主党提议征收20%的海外买家税。这些可能会有一点效果，但是这种效果是间接的。因为加拿大统计局2017年的数据显示，非加拿大居民拥有的房屋不到5%。细分到公寓市场，非居民在多伦多拥有7.2%的公寓，在温哥华拥有7.9%的公寓。在独立屋市场，非居民拥有多伦多2.1%的独立屋，温哥华3.2%的独立屋。而这次疫情期间暴涨的主要就是独立屋，因此把矛头指向海外买家，显然不如资本利得税来得更直接。增加住房供应其实是有意义的，但是短期看不到效果。在过去50年，加拿大的住房建设就一直在急剧减少。现在加拿大住房建设率已经从70年代初的每100万人 1.2 万套下降到了6000套左右。在增加住房供应方面，自由党和保守党承诺的数量基本都差不多。自由党限制盲目竞争的购房者权利法案算是比较积极的一个政策，但是却遭到了安省房地产经济协会等一些机构的强烈抨击。他们说这个解决不了房价飙升的问题，而且还限制了加拿大人的选择。他们还说拍卖式竞标反而会继续推高房价，并且危险地促使买家在几分钟之内做出涉及数万加元的仓促决定。要是按照这个逻辑，联邦公开大选也会迫使选举人在几分钟之内做出涉及选谁执政的仓促决定，那就干脆别搞公开选举了。他们之所以反对，实际上是因为黑箱操作的难度加大了。皇家银行昨天又发布了最新的房产市场报告，主题是市场逐渐平静，加拿大房产市场过热风险有所缓解。皇家银行认为，随着市场的逐步平静，房价继续暴涨的风险已经大大降低，预计房价会在明年年初趋于平稳。一方面，由于房产需求仍然稳健，低库存使房价暴跌的可能性很低。因为缺少库存，供求紧张的状况会在短期内继续支撑房价。另一方面，飙升的价格使房产负担能力问题加剧，这使得市场更加脆弱。虽然现在的利率仍然很低，但是全国大部分地区买房成本已经飙升。温哥华、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房产负担能力问题都非常严重。除此之外，皇家银行认为房产市场还存在一些风险。一是疫情的威胁仍然存在，现在第4波疫情已经开始，经济复苏将受到严重影响。二是如果通胀居高不下，利率上升的风险很高。在疫情期间，刺激房价暴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超低利率，而且这也是加拿大40多年以来抵押贷款利率首次持续低于通货膨胀率。如果高通胀导致利率快速上升，必然会导致房价下跌。三是当前竞选的主要政党都提出了新的房产限制措施，联邦大选后的房产政策十分不确定，下一届政府可能会出台一系列房产干预政策。四是由于疫情原因，短期内仍然看不到移民潮，这将会影响房产租赁市场。在经济方面，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在第2季度萎缩了 1.1%， 之前加拿大央行预计的数字是增长 2%。 除了惨淡的报告外，7月份的初步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0.4%。 在第2季度的 GDP 数据中，房产所有权转让数据下降了 17.7%， 出口也出现了负增长，下降了 4%。 经济复苏之路比想象的更加漫长。与此同时，通胀压力不断加大。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的调查显示，超过1/5的加拿大企业预计会在未来3个月内提高物价，其中批发贸易、制造业、食品和住宿行业最有可能提高价格。目前生活成本已经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近 40% 的企业在调查中表示，他们预计劳动力、资本、能源和原材料等投入成本不断上升。对于制造业、住宿、食品以及农业、林业、渔业和狩猎业来说，价格上涨的预期变得更加严峻。利率脱离通胀现实，房价脱离经济现实，房贷脱离收入现实，这样的局面还能持续多久？加拿大的房产市场会软着陆还是硬着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观看，再见。